实验成功，这个新药物就可以宣布研发成功了。怎么回事？我没死，那个男人呢？好痛！我已经跟周家说好了，你必须替你妹妹嫁给那个残废。周家报给科研所的人是妹妹，不是我。我求求你，不要把我关在这，让我说。我已经跟周世燕他婶子说好了，国家给周世燕娶媳妇钱，我们一人一半。你不提嫁，拿不到钱，我当替妹妹去办嫁妆。再说了，你妹妹，我怎么能让她轻易的嫁给那个残废？等天一亮，有人过来送嫁。若想逃跑，我就打断你的右腿。我的好姐姐啊，你哭什么呀？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！要不是我的话，就你这张脸，哪有男人敢娶你啊？丑八怪配瘸子，天生一对，你知道的。年代和我同名同姓的女孩身上，张素花真是打的一手好主意。可怜的秦霜，从小爹不疼娘不爱，还是妹妹的出气筒。因为提嫁的事被饿了3天，又被打了一顿。秦霜，既然我用了你的身体，便会好好的替你活下去，风风光光的活着。你的仇，我来报。我是来送你出嫁的。昨晚我都看到了，你也别太难过。实验虽然残疾了，但是个好人，还是个知识分子。你嫁过去啊，总比在秦家受苦的好。想开点啊！谢谢。乡里乡亲的，也希望你能好。他说的没错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我带着现代的医术，没准能治好他的腿。秦梦、张素花，3天后回门，我会替秦霜讨回公道。走吧。实验媳妇来啦！他就是和张素花合伙吞了科研所给周世燕娶媳妇钱的人。既然我嫁过来，这钱迟早拿回来。周世燕在哪？没有家教的丑八怪，婶娘都不喊一声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跟我走。在这个年代，能当上科研所主任的，肯定是高知分子。就住这儿。看到没？你男人啊，就睡在里面。臭丫头，还敢跟老娘甩脸色！我告诉你，你嫁到我们周家，就是我们周家的侄媳妇。我催你立刻把门打开！今天啊，就让我好好的教教你什么叫规矩。不跟我好好的道歉啊，你跟这个废物就别吃饭了。别闹了，没用。居然是他，他也是重生过来的。你也过来了？什么？你是周世燕，只是长得像而已，不是那个人。你怎么了？手给我，给把脉看看。别碰我！
怎么会？怎么会？这脉搏也太虚弱了，被人下毒导致五脏六腑都有损伤，难怪会咳出血来。如果再不医治，恐怕没几年能活。到底是谁要害你？现在最重要的是先从这里出去。着火了呀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哪里着火了？着火了！啊，石爷还在里面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救人啊！如果周实验死了，我就不用再伺候他了呀。他死了，我还可以得一笔安葬费呢。哎呀，你别救了！都是那个小贱人嫌弃我们家实验，趁我们外出，他一把火啊，想跟他同归于尽呢。那可是人命啊！你傻呀？那人命能有钱值当吗？他以前可是科研所的人，给国家办事的。他死了，我们有一大笔钱呐。他可是我侄子啊！一个废物侄子能有什么用啊？撒钱刀的！石爷，石爷，钱撒的呀！哎呀，我疼死了呀！你还不来扶我啊？哎呀！你这个贱货！我要告你谋杀！哎呦妈呀！这怎么起火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不满我们家实验残疾，一把火想烧死我们，把他抓进公安局枪毙了。秦霜，是这样的吗？我有证据，证明要我们小夫妻死的是他。我有证据，证明要我们小夫妻死的是他。你傻呀？那人命能有钱值当吗？他以前可是科研所的人，给国家办事的。他死了，我们有一大笔钱呐。住手！村长，那是误会，误会。当年要不是秦霜给上面领导申请，我们连条马路都没有。怎么，现在过好日子就忘恩情了？他可是你的亲侄子。我也是随口的没说。要真弄出人命来，你是要蹲大吃枪子啊！实验没事吧？我们家实验一直被这黑心婶娘关在暗无天日的茅草房里，身体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。这怎么会没事啊，村长？周叶，国家不是给实验肥房子了吗？房子呢？他怎么没住那边啊？这给他们家亲儿子住了。村长，我也是看实验啊，行动不方便，身边呢又没一个知冷知热的人，所以把他接过来，好好照顾着呀。既然我是实验的媳妇儿，那就不劳你来照顾了。我们小夫妻现在就搬过去。不行。那既然婶娘不愿意，我只好到公安局去请警察同志来调解了。小宋啊，你婶娘的意思，你堂弟和你堂弟媳妇儿搬家需要些时间，要不你给他几天时间？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不行，就今天。人家小两口要做回自己的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你赶紧通知周耀主搬家，要不然就听秦霜的，找警察来处理。以为找了个好拿捏的软柿子，搞替价这么一出，结果啊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谢谢村长，那我们小夫妻现在就过去了。对了，我听我妈说，娶我给了2500的聘礼，那还剩2500没用。既然现在实验已经成家了，这钱就交给他自己打理吧，不然传到了研究所那边，恐怕也不太好。哎，还有这种事儿？
让开！现在啊，连芝麻都没了。好了，滚回你们应该待的地方。哎呀，妈，这是我们的房子，凭什么让给他呀？再说了，我都怀上你们张家的种了，你忍心让你孙子生活在那种环境里吗？我们本来就借住你堂哥家的房子，你堂哥现在结婚了，我们当然要让给人家啦。别装了，之前谢谢你啊。要谢我，就拿出点实际的。你一个一穷二白的残废，哪会有女人真心喜欢你？滚！滚！滚！那2500都归你，这套房子分你一半。如果你想离开的话，周时宴，我可是你媳妇儿。那2500都归你，这套房子分你一半。如果你想离开的话，周时宴，我可是你媳妇儿，只要你不和我离婚，这房子本来就有我一半。他不是要离婚分房，难道是想要钱？国家每个月给我的补贴，每个月会打到存折上，存折在我婶娘那里。这婶娘也太黑心了，改天找机会拿回来。不过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得想办法把她体内的毒排出来。你是真不懂，还是装不懂啊？我们扯了结婚证，是合法夫妻，这跟脱我衣服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是要你入着。不知羞！我跟自己的男人亲亲，害什么羞啊？难不成你要让我受一辈子火挂？我是个残疾人。在毛小房你昏迷的时候，我特意检查了你那方面，是没问题的。你真不知羞！周时宴，你放开！实在不行，我可以自己来。你放开！我你放开！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刚才是故意刺激我的。这口黑血你再不吐出来，不出半个月，小命难保。原来他真的会医术。我自己来吧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按你口味来吧。齐双，怎么了？嫁给我。委屈你了。不委屈啊，丑八怪配瘸子，有什么委屈的？何况这个年代，舍得把存折给女人的男人，这个年代，他不也是这个年代的吗？家里的衣服都洗一遍，洗不完不要睡觉。秦霜，
你给我等着，都是你害的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。对了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秦姐，秦姐，芳芳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买的水果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脸怎么了？别提了，都是我那堂嫂害的。周时宴结婚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气的谁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你知道秦霜吗？她嫁给堂哥了。就我们村最丑那个丑八怪。哼，周时宴被我抛弃之后，居然娶了这么丑的女人，肯定是被打击了，随便成的家。不然谁会要看一眼都恶心的丑八怪？丑是丑，可啥好事都让他给摊上了。就我之前和耀祖住的那个房子，我婆婆都给他了，连带着2500聘礼和周时宴的存折都在他手上。我都这样说了，我就不信你不动心。他凭什么呀？我跟周时宴订婚的时候都没这些待遇。可不是嘛！唉，要是你是我嫂子就好了，你肯定不会像那个丑八怪一样欺负我。芬芳，你放心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肯定为你讨回公道。不就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丑八怪吗？你等着，我帮你出这口恶气。周时宴肯定不会为了他为难我。早知道他有房子有存款，当初就不离开了。没关系，像我这么美，他看到我回来肯定高兴得不得了，还不得求着我嫁给他，把那个丑八怪给休了。谢谢嫂子。哎，秦霜，等于晴回去，你就成了没人要的下堂妇，看你还怎么嘚瑟。是啊，我不能快了。下次还是我做饭吧。你来做？你腿脚不方便，你摔着碰。至少能吃啊。这个年代还能养出你这么挑嘴的人？你不吃我吃。你娘家不管你饭吗？我3天没吃饭了。我3天后陪你回云。也行，差不多了。我去山上采点草药，赶快放这儿，等我回来试试。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让你别乱动，等我回来收拾。乱动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个腿不能再受伤了？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我只是想帮你干点家务，我想尽我所能帮你干点事情，还是帮得到忙。那啥，以后等你腿好起来，家务活都让你干，你就不会觉得抱歉。其实他长得很帅，可可怜怜的模样也挺乖。秦霜，你在花痴些什么？我给你换身干净的衣服。自己能换衣服，你不要去采药吗？老柳。只要你在，我3生都期待。实验，实验。于晴，你来干什么？实验，我们是夫妻，我回自己家而已，没有必要这么惊讶。你立刻离开我家！我可是你拜过堂的发妻，只要我不愿意走，
没有人有办法让我离开。你是不是得了失忆症啊？新婚之夜，你看见我双腿残废，转身就走了，哪来的发妻啊？我那是闹脾气，不是想要真的离开。滚！秦霜是你的小三吧？那个丑八怪，又丑又黑，一身土气，有什么好喜欢的？你居然为了他让我滚！哼，你口里的又土又丑的女人，在我心中是最好的人，也是我唯一的妻子。我倒是有些好奇，如果他知道我和你的事儿，会是什么反应？你敢？谁也这么丑？我差点忘了，秦霜11岁那年被别人夸了一句漂亮，秦梦就打了她好几个巴掌，还用剪刀划伤了脸。后来伤疤愈合了，秦霜担心再被秦梦报复，就开始扮丑，这一扮就是8年。现在又长了红斑，医生说治不好，样貌更丑了。难怪每次周时宴都不看我。如果这么丑，一人对我上下其手，我比这么多都算客气的了。对了，刚好采了消除红斑的药草。看来我的医术还没退化，这药很管用。秦霜，以后你再也不用扮丑了。放开！放开！扣住！放！我回来了。放开！放开！扣住！放！我回来了。她好漂亮啊！怎么可能？她不是个丑八怪吗？秦霜是吧？我是周时宴的媳妇儿，现在我回来了，就不劳烦你帮我照顾时宴了。秦霜，时宴，我都说了，这个世界上除了我，没有人是会真心对你好。你个不要脸的女流氓，敢打我哪有主意？你看我打死！打死！你这个泼妇，竟然敢打我！这里是我家，你给我等着！还不快滚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些，我们是夫妻，应该相互信任。是夫妻，就要彼此坦诚。2年前我还在市里工作的时候，是家里人定下我和他的婚事。他是你前妻？没有，我们没有领证。他在我家等了1个星期，等我回来领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发生了事故。我回来的时候就坐了轮椅，他看见就走了。都走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因为这套房子吧。当初是他抛弃了你，现在我帮你把房子要回来了，他又回过头来找你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他在我家过了夜，在别人眼里就不是黄花闺女。
所以这么些年都没人上家去提亲，他想让我陪着他。可以理解她不愿意嫁给一个残疾人，但是在这个年代，女人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。她自己在没领证之前就住到了周诗燕家里，名声毁，怪得了谁？下次她再敢过来，就用开水泼她。齐少，怎么了？是哪儿疼吗？齐少，怎么了？是哪儿疼吗？我只想说句谢谢你。你没事谢我干什么？晚上吃什么呢？我采了些药草，给你做药膳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谢谢你第一时间选择相信我，没有离开这个家，没有离开我。后天就去齐双娘家了，飞吧。于晴突然来找周时宴，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捣鬼，还真以为我是好惹的。青桑，你怎么突然这么漂亮了？青桑，房子都已经让给你了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做了什么？你们心里有数。难道不是他？妈，那个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哎呦，我的肚子，我的孩子，老天爷呀！我的肚子，孩子要没了！还不快去请大夫啊！一定要保住我们周家的骨肉啊！我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妈，要是孩子保不住了，可怎么办啊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们周家的祖先会保佑的，不会的啊！都是你干的好事，宝哥早好心跟你和解，你却这样对他你。你要是不想让我告诉村长，就把收音机给我们。哎呀，我的乖孙子怎么跟收音机比呢？如果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我饶不了你，我要让你坐牢。哪来的孩子？你是瞎了眼了还是聋了耳了？刚才妈妈说过她怀孕了的。她根本就没有怀孕，你拿什么告我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刚才抓你的手腕，作为医生，本能的把了你的脉搏，你这根本就不是喜脉，既无喜脉，何来孩子呀？再说，你面色红润，身强体壮，哪里有伴你怀孕的样子？妈，你不要听这个丑八怪胡说八道，他又不是大夫。哎呀，你又不是大夫，他就是嫉妒耀祖能干，又嫉妒我们有孩子，而他却要嫁给周时宴那个废物，过一辈子活寡，心里不平衡才诬陷我，要不就是不想承担害死我们孩子的责任。秦尚，你这个贱女人，我差点就信了你的鬼话。要是我们家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我饶不了你。信不信由你，一会儿大夫来了，自然会有答案。别怪我没提醒。哎呀，妈，我好痛，我的肚子好痛，我的孩子，妈！呸！别胡说八道了，大夫马上就来了。来了。苏大夫，快给我媳妇看看。不应该呀！拎着手给我。大夫，我孙子没事吧？妈，你别吵吵了。周大夫，是不是孩子已经被摔没了？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许花花根本没有怀孕啊！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许花花根本没有怀孕啊！周大夫，你再给我媳妇看看，怎么可能没怀孕呢？今天早上还孕吐了。是啊，这爸爸妈妈是不是误诊了呀？
这十里八乡我看的病人多了，从来没有误诊过。你既然怀疑老夫的医术，另请高明吧。是我错了，我是一个粗人，你不要跟我一般见识。大夫，我媳妇真的没怀孕吗？怀孕的脉象主要为滑脉，触摸上下起伏很流畅平滑，就好像手指尖滚动的珠子随时要掉下来，左右交替，脉搏也很深沉。你儿媳妇这些症状都没有啊？那是不是有可能刚刚摔了一跤，把孩子摔没了，才没了喜脉呀？没有可能的，我刚才已经摸到，你儿媳妇得的是不孕不育的病。如果没有奇迹的话，这辈子是不可能怀孕了。什么？麻烦周大哥不要往外传，家丑不可外扬。许芳芳，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这个草包，臭贱货！我诅咒你生不出儿子！当初是你给我说你怀孕了，我妈才让我们搬过来事儿。这3个月我好吃好的供着你，你居然敢骗我！看我不打死你这臭婆娘！你热闹已经看完了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许芳芳这个病，我可以治。当初是你给我说你怀孕了，我妈才让我们搬过来事儿。这3个月我好吃好的供着你，你居然敢骗我！看我不打死你这臭婆娘！就只够今天中午这一顿了，得想些办法赚钱才行，不然饭都吃不上。国家每个月给我的补贴，每个月会打到存折上，存折在我婶娘那里。对了，周实验的存折还在这家人手里。你热闹已经看完了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许芳芳这个病，我可以治。你真的可以治她？我可以诊断出她没怀孕，当然也能给她治病。秦胜，我打死你！你真的还不嫌事儿闹得多啊？看来你儿媳妇也没这么想要这孩子。你真的还不嫌事儿闹得多啊？看来你儿媳妇也没这么想要这孩子。小孙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要相亲相爱才是。你真的有法子治好她的病？那就要看你的诚意了。妈，他肯定是想敲诈你，你别被他骗了。既然你儿媳妇不让我给她治，那我又……实验他媳妇啊，你别走，你一定要把她的病治好，她是你的弟妹呀。对不起，嫂嫂，错了。你是不是月经不准时，经血少，经期短，呈黑褐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脸色和脉象告诉我。哎呀，堂嫂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就原谅我嘛。只要你能把我治好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真的，你帮她治吧。我既然来了，自然是会治病，但是在这之前，你必须把周实验的存折给。妈，只要他能把我治好，我就能为周家生个大破小的。要不先把存折给他吧。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周实验已经成家了，存折本就应该给我。如果我闹到他单位去，对你也没什么好处。要是我们把存折给你，你又后悔不治了，我们找谁说理去？这个你放心，现在给我纸和笔，我立马给你写单子。周耀祖，快点把笔跟纸拿来！存折给我吧。密码是周实验的生日。不要吃生冷辛辣的食物，1个月后我会给你开新的药方。啊，还有药方呢？你以为这是个病那么简单？按照我的医嘱，1个月后我再来检查。
按照我的医嘱，1个月后我再来检查。1个月后，我再想办法把存折拿回来。小贱蹄子哪来的本事和我斗？妈，他这是逼我们不得不交出存折呀。堂哥的存折每个月都有好几百，将来孩子出生了，还要指望堂哥的存折来养呢，怎么能便宜了他呀？我也只是骗于晴说存折给他了，没想到他还真把存折拿回去了。这个于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么久了还没动静，我得打电话催催他。妈，你可真聪明。喂，晴姐，秦霜又跑到我们家来耀武扬威了。她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，竟然变漂亮了。不过再漂亮也没有你美，只有你配得上我堂哥。别急，周时宴再坚持，也不会要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你的意思，她是不是刚从你家离开？刚走，这就够了。晴晴。我听许芳芳说呀，有一个比我还漂亮的女人刚从她家离开，现在应该在大受甜扁，想不想一亲芳泽？真的？我还能骗你吗？只要你把她得到手，我就答应做你女朋友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你懂我？秦霜，周时宴这个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喜欢你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？我就等着你们离婚。好美啊！难道她就是许芳芳说的那个女人？哎，有这么美的小媳妇儿，还要许晴干什么？这位小姐看着有点面生，是从外地来走亲戚的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我们周家村啊，它傍山，这经常会有野兽出没，正好我没事送送你啊。哎呀，你别这么着急嘛，认识一下，我叫周建仁，至今未婚，不知道小姐去哪里啊？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是谁？在秦霜毁容扮丑后，立刻嫌弃她，还孤立她，好像还和秦梦不清不楚的。秦家的路认识吗？秦家，我们村只有一个秦家，你是他家亲戚？我是秦叔的女儿。哎，秦叔只有2个女儿，一个叫秦梦，还有一个是丑八怪。怎么没听说过有你这么貌美如花的仙女儿？不巧，我就是你。喂，不巧，我就是你。喂，秦霜，哪来的狐狸精啊！真是一大股骚味，大白天的跑出来勾搭别人家男人，你这种人就该被进猪笼。她不是你姐秦霜吗？秦霜，倩人跟你糊涂了吧？她怎么可能会是秦霜啊？秦霜啊，脸上是有道疤的，还有医不好同斑呢。你居然敢打我！周家，让我出去！大白天出来勾引男人，的确该被禁住。条件有限，但我真给你扔田里去，先去你嘴里的臭。你嘴才臭呢！你我嘴臭不臭不重要。刚才你男人自我介绍时，可自称单身。我嘴臭不臭不重要。刚才你男人自我介绍时，可自称单身。秦霜是在吃醋吗？看来他还是忘不了我。别再让我见到你！贱人哥，你还不赶紧扶我一把！早死了！我拉你干什么？我是你女朋友啊！我们明天可就是要领证结婚了的。你看你凶巴巴的样子，哪里配得上我？只有秦霜配得上我。咱们俩婚约取消，我要去娶你姐姐。你不能这样，我都说了，她不是秦霜，我自己家姐姐我能不认识吗？你忘了，秦霜是个丑八怪，而且我专门为了你毁了跟周时宴的婚事，你怎么可以取消这场婚事？可是他的声音和秦霜一模一样，他就是秦霜。你还说我的声音跟你妈的声音一样呢？那我是你妈吗？可是他说他爸爸叫秦树，你爸不就叫秦树吗？
你看他长得白白愣愣、干干净净的样子，一看就是出来卖的。他肯定是想毁了我们家名声，所以冒充我们家的。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起单。哎，你贱人！居然敢冒充我们家的人，还敢跟我抢男人！看我不把你找出来，撕烂你的皮，扒拉你的脸！周竟然，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的东西，这气死我了！往右边走。怎么跑得这么快？对了，他说是秦叔的女儿，那肯定是秦叔的远房亲戚啊。这明天去找秦叔打听打听，先回去准备聘礼，只要聘礼多，一定能娶到她。周时宴，我回来了。晚饭想吃什么？人呢？哎呀，周时宴，周时宴，周时宴，你怎么都不醒醒？周时宴，身体里的毒又发作了。周时宴，你快醒醒！你可不能死，听到没？你要是死了，我就成小寡妇了。周时宴，周时宴，周时宴，原来有人关心是这样的滋味。周时宴，周时宴。我刚才是在给你喂药，你别误会了。而且我是你媳妇，你不吃亏的。我去厨房看下饭好了没。别动，少扒一会儿。别动，少扒一会儿。他又昏迷了吗？周时宴，没事。你感觉好些了吗？你救了我2次，谢谢你。我是医生，救你是应该的，而且我可不想当小寡妇。来，给把脉看看，脉象平稳多了。不过你的衣服湿了，得洗个澡，换身干净的衣服，不然着凉了会有麻烦的。好，不得不说他听话的样子，好乖啊。那你先躺着休息吧，我去给你打水。秦少，你不想知道我是为什么晕倒在厨房了吗？为什么？我想做一顿午饭，等你回来的时候能吃顿热的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些都交给我来做，你现在就好好养病，你不能再摔着了，怎么不听话呢？一个连午饭都做不了的男人，既不能保护你，也不能帮你分担家务，要他干什么？周时宴，等回门就离婚吧，这套房子归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
离婚。我说离婚。你哭什么？你凶我！我给你洗衣服、做饭、端屎端尿的，你还凶我，还要跟我离婚！什么时候让你端屎端尿了？离了我的名声就毁了，这十里八乡的，谁还敢要我？别哭了。那你还跟我离婚吗？不离。周诗燕，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在这里，我只有你，不要再放开我的手。我把你的存折要回来了，我看了一下账目，每个月入账300。你要是跟我离婚了，我以后上哪儿挣这么多钱啊？这一次犯罪又怕错，下一次来还有是头语，无论自说话。秦叔、张姨，你们在家吗？我是来提亲的。贱人哥，我就知道你跟我开玩笑的。你来之前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人家还没答应要嫁给你呢。这贱人呐，这来就来了，还带这么多东西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哎，张姨，不用不好意思，这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讲道理呢，我还得叫你一声妈呢。是啊是啊，哎妈，人家还没答应他呢，看他还害羞了呢。贱人呐，你们俩的婚事我早。张姨，我什么时候说要娶她了呀？你不娶我，你娶谁啊？当然是娶昨天来你们家走亲戚的那个呀。你疯了吧，贱人哥！我都跟你说了，他不是我们家的人，他就是个娼妓。我不管，哎，我就是要见到他。今天我还就非他不娶了。哎，你说的什么呀？什么到我们家走亲戚的姑娘，有什么娼妓的？在说什么呢？妈，就是我昨天回来跟您说的，我回家路上遇到一个白白嫩嫩的花娘，然后他就念念不忘。你说那，妈。你是秦霜？这怎么可能呀？你不是明明毁容了吗？你不会真的是秦霜吧？今天是我回门的日子，怎么才几天不见，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了？秦霜，你真的是秦霜？我现在是周实验的媳妇儿，你放尊重点。好你个秦霜！所以这么多年来，你都在扮丑八怪啊？不对啊。妈，咱们当年不是找过医生看他脸上的红斑，说医不好吗？我用草药治好的，有问题吗？有问题！你别再转移话题了。你既然已经嫁人了，那你还回来勾搭我的男人干什么？你要不要脸啊，秦霜？我今天就撕了你的脸！你又打我！她居然这么漂亮，早知道以前就不欺负她了。不过她昨天为了我打情梦，肯定还喜欢我。只要我稍稍服个软，她还不跪着求我娶她。我可是村里最有钱的人。秦霜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你嫁给他呢，不过就是为了跟我赌气吧。他一个残废，哪里配得上你？跟他离婚，嫁给我，这些啊都是你的，包括我周家的一切。哎，我不会介意你结过婚的。他一个残废，哪里配得上你啊？跟他离婚，嫁给我，这些啊都是你的，包括我周家的一切。哎，我不会介意你结过婚的。贱人哥！别
有你什么事儿？你看，都是因为秦霜，所以建哥才会这么对我的妈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厮，我今天会打死你！没想到他还是个护妻狂魔。他是我爱人，就不劳烦岳母教训了。你说的是。秦霜，明天跟我去民政局，咱俩把手续办了。你看，你妈还在叫这残废女婿，多不合适。你这名字还真是没白取啊！不愧叫剑神，你脸皮够厚。你个烂货，我随口夸你一句，还真当自己是个宝呢。哼，就你在外面干的那些破事儿，要不要我跟你的废物老公说说呀？哪件事儿？哼，你看是我单独和他说呢，还是跟大家一起说呢？不过如果你求求我的话，我也可以考虑不说。贱人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张姨，你这个女儿啊，在外面和李全偷人，我亲眼看见了。什么？天哪，姐姐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？你这个女儿啊，在外面和李全偷人，我亲眼看见了。什么？天哪，姐姐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？周师爷，看在咱们俩是本家，我呢也不想让你娶这么个破鞋回家。他呀就是个烂人。我和李全八竿子打不到一起，亏他想得出来。秦霜，你刚才不是挺能讲的吗？现在怎么不讲话了？这真是造孽呀！我们秦家怎么养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？我说呢，你出嫁那天，李全说不要钱也把你送到周家去。哎呦，就是嘛，肯定是因为他不守妇道，所以建哥才这样的啊！石燕呐，我真不知道有这回事儿。我要知道他是这么个脏东西啊，我也不会把他给嫁给你的。这种事不管是不是真的，只要传出来了，在这个年代就等于是死罪。他居然不在意。他是我的爱人，污蔑他就是侮辱我。你现在立刻给他道歉！我哪有污蔑他？明明就是我亲眼看见的。哎，就在3天前，他把李全的上身扒得干干净净的，在他的胸膛上啊是摸摸搜搜，特别自然，都不知道平时偷了多少回了。3年前不是我们让他替嫁的日子。3年前不是我们让他替嫁的日子。3天前。李全，李全，李全，心是脏的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对，3天前，李全在送我出嫁的路上突发脑梗，我是在给他做心肺复苏，救他的命。你这个小贱蹄子！见人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脸还在这狡辩，你给我们秦家的脸都丢光了，你妹妹这还怎么再嫁人？我今天我要打死你！住手！师爷，我来的不算晚吧？你干脆再晚5分钟得了。好了，回头给你赔不是。这位是嫂子吧？嫂子好。你好。这不思明吗？思明是谁？这名字好耳熟。思明就是这里的地下管理秩序者，黑白2道通吃的大佬。要不是他，怎么跟周时宴是朋友啊？这不思明吗？思明是谁？这名字好耳熟。思明就是这里的地下管理秩序者，黑白2道通吃的大佬。要不是他，怎么跟周时宴是朋友啊？吴律师，给他们普法。介绍一下，我是思明先生的私人律师，今天过来是要和张素花女士打个官司。和我打什么官司啊？张素花女士，你侮辱殴打亲生女儿秦霜，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哎，对了，秦梦你也参与了，
那就一起起诉了吧。我没有打他，我没有打人，村长，你要替我做主的，村长。司先生请我过来，就是要我主持公道的。先别急着否认，人家肯定有证据的。吴律师，污蔑诽谤罪成立的话，应该怎么判呢？诋毁诽谤如果构成犯罪，那也会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我刚刚在门口听见了，是这位周建仁先生吧？那就一起起诉了。我没有诽谤他，我也没有污蔑他，明明就是我亲眼看到的。秦霜和李璇就是有一腿嘛。他很吵。现在该到你了。现在该到你了。嫂子说该怎么处理？是依法来还是？这还有天理还有王法吗？啊，那你们说有罪就有罪了。再说我生前打他了，我心疼的都疼不过来了。疼他能逼他替嫁，把他关进茅草屋。疼他能任由别人诋毁他的声誉，不经调查就相信，对他言语攻击。我那是着急，把证人带来。这个。不允许任何人诋毁你的声誉，接下来交给我了。谢谢你，在背后为我做了这么多。秦霜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给我做心肺复苏，还让我去大医院做检查，要不然我可能直接脑梗死了。哦，对，这是我的诊断书。他真的是脑梗。秦霜什么时候会的医术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秦霜什么时候会医术？这位是我的医生。没事就好。说起来还要感谢你们夫妻，还有司先生，如果不是你们的帮助啊，我可能连治病的钱都没有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才好。你只需要把你看到的说出来。你是不是看到他们几个打我媳妇了？我就住在隔壁，经常看到张素花和她男人打骂秦霜。秦霜出嫁前还被他们关在茅草屋里，秦梦也参与殴打。不光我看到了，跟我同路的二狗子也看到了。怎么打的？张素花扇巴掌，把秦霜推倒在地，秦梦踢他肚子。吴律师，都听到了吧？听见了。周先生的意思是，让他妹受一遍秦霜受过的伤。我自己的女儿犯错，我亲人打她几下，怎么了？犯得着这样吗？你说那我们村教育孩子不都这样的？照你这么说，打孩子犯法，那全村的人都得去坐牢。好，他一早就看见了，昨晚也是说回门后再离婚。他想离婚前帮我扫清障碍。这一定要轻轻打几下。村长一定要公正处理。处理不了，我们就自己来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放心，我们走吧。少儿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呐！你要去坐牢了，他这辈子就完了呀！姐姐，我的好姐姐，我不能坐牢的，你帮我向姐夫说说情好。在你们虐待我的时候，我求了你们多少遍，停下了吗？如果不是你用剪刀划伤我的脸，打骂我，我也不会一直扮丑，被人人喊丑八怪。你怎么还有脸来求我？建仁哥，你不是想娶我吗？我愿意嫁给你。你们家这么有钱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都是因为你。打我女儿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放我！走人！这里交给我。你怎么查到这些的？
那天不小心看到那浑身的伤，快走，要爆炸了！快走！我听到有动静，就过来看一下。你别着凉了。所以你就顺藤摸瓜的查出这么多事来？周时宴，谢谢你啊！即便是要离婚，你想的也是先帮我处理娘家这些事情。不准抽回去！你刚才牵我手的时候，怎么没害羞呢？呀，怎么还脸红了？像个姑娘家。大白天的勾勾搭搭，真是不知道害臊，哪像个正经女人？这你就不懂了。你之前没跟我家实验结婚，就跑到他家里去住，那才叫勾勾搭搭。我们这叫打情骂俏。哼，嫁给一个残疾废物，后半生幸福都没了，有什么好炫耀的？他只是受伤了，没有残疾。而且我后半生是否幸福，就不劳烦你这个想嫁还没人要的人操心了。你，忘了告诉你们了，周实验科研所的魏主任向我求婚了，就是替了周实验党卫的魏佳明，以后科研所的事儿就不用你们操心了。啊，他还说了，要把我原来的房子改成一个大院子结婚用，到时候记得来喝喜酒。报复你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过得比你们更好，成为周实验领导的媳妇。还好我没在一棵树上吊死，否则也没机会和魏佳明在一起。实验，你有听到有一条狗一直在叫吗？听到了。小心点儿。没关系，沉住气。等以后佳明把周实验从科研所开了，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顶嘴？为什么别人那样说你，你都无动于衷？他说的不是实话吗？那明明是诋毁你的话，你明明有反击能力，为什么不反击？还被黑心婶娘压榨了这么多年，如果不是我嫁过来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在那个小黑屋里等死啊？你说完了吗？没有，周实验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暴自弃？我说了，我可以帮你清理掉你身体里的毒，也可以治好你的腿。你的腿是怎么受伤的？秦霜，我饿了。他好像不愿意提到腿伤，故意岔开话题。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好吧，我去做饭，想吃什么？他不想说，不能逼急了，只能以后再慢慢打听了。都行。腿咋样啊？老样子。这些年来你都不主动联系我们，也不让我们打听你的情况，这次来还是因为嫂子，看来她在你心里分量挺重啊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周建仁污蔑罪成立，坐牢去了。嫂子受的罪，我让张素花和秦梦也受了一遍。现在村长领着他们做全村最苦最累的活，接受劳动改造呢，也算是替嫂子报仇了吧。谢。你我二人的情分就不用说这种话了吧？哎，对了，你单位的事听说了吗？下午听说了，怎么了？他从别的地方空降过来，暂替了你的岗位，说不定上面有人，连所长都让着他，应该是冲着你来的。他是不是隐身有点不太好？这我也不太清楚，那我回所里查一下。我也是瞎猜的。嫂子，嫂子，坐啊，今天还没谢谢你们呢，刚好一起吃晚饭吧。哎，不打扰你们两个甜蜜小日子了，走了。村长，谁呀？我已经安排他们母女啊去挑粪浇地喂猪了。如果不满意呢，我再让他们多干点脏活和累活。都听我媳妇儿。啊，
那听村长的。哦，对了，雨晴下个月办出阁宴，她邀请了你们2口子，特意让我向你们说一声。不去。你们好，那我先走了。村长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先吃吧。擦药了吗？什么？你手上的伤。这都好些天前的了，不疼了。还红着呢。那我吃完饭上去上药。您自己擦不方便，一会儿我帮你吧。好。原来这个年代的男人是这样的，淳朴、干净、温柔，关键是还长得那么好看。他的睫毛好长啊，鼻梁也很挺，嘴唇也很好看，嘴唇……对不起啊。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？是我先靠近的你，才让你不小心亲到我。药擦好了，睡觉吧。周诗妍，你知不知道你害羞的时候像个姑娘家？太晚了。我知道很晚了，我坐在自家男人床边有什么不对吗？又害羞了，是不是你们这个年代的人都这么容易害羞啊？你不是这个年代的呀。我当然是了。话说你亲我是什么感觉？快去睡吧。是不是软软的？哇，又害羞了。让我看看，有红跟软、热、小。周诗妍，你耍流氓！可惜了，周主任年纪轻轻就成了残废。真的就治不好了吗？以国内目前的医学水平来说，基本没有痊愈的可能。他后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。周诗妍不可能连自己领工资的日子都记错了，之前的记录以示增添，没有呢。周实验科研所的魏主任向我求婚了，就是替了周实验岗位的魏佳明，以后科研所的事儿就不用你们操心。是于晴搞的鬼。吴律师，嫂子。吴律师你好。哎，叫我无声就行。我听实验说，你不仅是4名的私人律师，还担任实验他们科研所的法务。对。我想给你打听个人。嫂子，你说。魏佳明这个人，你了解吗？能力还算靠谱，但人品我不太清楚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周实验的工资还没到账。嫂子是怀疑魏佳明搞的鬼啊？你知道他的未婚妻是谁吗？谁啊？于晴。之前要嫁给燕哥的那个于晴。行，那我回所里查一下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哎呀，不麻烦。我给家里装了座机，你以后要是想联系实验，就拨座机853979联系他。好，那我先回去。哎，无声。你知道实验的腿是怎么受伤的吗？燕哥的腿，嫂子，如果你都不清楚，那我就更不知道了。我从小到大，我还是第一次见燕哥这么在乎一个人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我们电话联系。走了。你好，周实验家。嫂子，是我无声。我查到了燕哥的工资去向，的确是进了魏佳明的账户。果然是他，工资都是应该由财务打款，他的手怎么能伸那么长？这个是所长的意思。接下来这件事，你先别告诉燕哥。你说，燕哥出事前在研究一款对人体伤害几乎为零的农药，但能有效清除害虫已经成功了，但是还没来得及给上面打报告，魏佳明写了报告交上去了。所以这款研究的成果就落在了魏佳明头上。
是的，他的研究所里应该都是知道的，怎么能这么随便就被抢走了？魏佳明上面有关系，所以所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连工资也发给魏佳明了。上面给他奖励，所里面一下拿不出这么多钱，就决定先委屈燕哥。这种事在我们单位常有，只是没想到主意打到燕哥这里了。嫂子，你还在听吗？我在，谢谢你啊。我想想怎么办吧。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思明，以他的性格，肯定会把科研所都给炸的。实验之后还是要回去工作的。好。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到。刚才有听到什么吗？不要去所里找所长。你一定要这么逆来顺受吗？我听说你小学3年级就辍学了，会的成语还不少。我在跟你说正事儿呢。所长只能管研究所，管不了上面。我拿着国家的工资，却不能为国家做事，牺牲我也是理所应当。那劳务合同呢？这肯定都是有规定的，怎么可能由着他们乱来啊？你还懂这个？电视里总能看到啊。我们村里哪家有电视特意播这个呀？这些都不是重点，现在重点是你的研究成果被别人抢了去，想办法怎么拿回来，这才是重点。他肯定连农药的成分都不知道，只要他说不出成分，就能证明接替我的人不会一点能力没有，他只要看了我整理过的研究材料，不会不懂。况且所有人不在乎劳动成果是谁的，上面的人也只会在乎有背景。那下个月我们去参加婚礼吧。你想干什么？回门那天你帮了我，现在你遇到了问题，我也不可能不管你，更何况我是你老婆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现在我的钱没了，我肯定要想办法找回来。老婆，老婆。老公，刚才叫我干嘛呢？不知羞。刚才明明是你先叫我老婆的，我应你一声是礼貌。再说了，你本来就是我男人，我有什么不知羞的？以国内目前的医学水平来说，基本没有痊愈的可能。他后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。村长刚才来找过你。真是个阴晴不定的男人。找我干什么？没看见你匆匆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小双，小双，你母亲劳动改造是摔了，现在神志不清，村里大夫都说没救了。好歹母女一场，赶紧去看看吧。平时做农活很麻溜，怎么一劳动改造就摔了？到底是真摔还是假摔？是要好好看看。走，去看看，快！你个女白眼狼，黑钱货，捡来的狗东西！捡来的？我这养不家，趁我不在的时候把你妈害成这样，我打死你！反了天了，你居然敢打老子！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！我看谁敢动他！况且是一家人，别多说，有话好好说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吴律师说张素花摔倒了，你跟村长过来，我不放心。疼吗？我不是很娇气，不是很疼。都红了，能不疼吗？他是在心疼我吗？我没送张素花去坐牢，只留在村里改造，是因为看在秦霜的份上。既然他不知悔改，我也不用留情。吴律师在。是。哎，石燕，你消消气。张素花现在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呢。哎呀，她现在跟坐牢也没啥两样了。哎，丫头，你说呢？在这个时代，一村多出几个劳改犯会影响发展。周村长已经帮了很多忙，也没必要给他添麻烦。更何况，关于秦霜的身世，还要问清楚。没出息。跟我回去。等一下，有件事我想先问清楚。你刚才说我是捡来的，
所以我不是你和张素花的亲生女儿，是吗？那是我弃之攻心，胡说八道！撒谎！你在愤怒的情况下，王我才会说出最真实的话。我就是。你们养我，并不是爱我，只是想多一个出气筒和劳力。等我长大了，顺便把我嫁出去，然后给你们赚一些屁米。我说的对吗？这不可能！我的亲生父母究竟在哪？是。快去看看妈妈，妈快不行了，她吐血了，你快去看看妈。素花。妈，你醒醒，妈，你别丢下我，妈，你别死。你死了，这个家怎么办呀？医生怎么说？你怎么还有脸过来？我妈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害的。我不想看见你，给我滚出去！等我搞清楚我的身世，我自然就会走。你是3个月大的时候被素花抱回来的，如果她死了，你这一辈子别想知道你身世了。要干嘛？当然是给她医治。你要是再懒着，你妈就真的要死。我村里村外找了那么多大夫给我妈看病，都没有医好她。你也就运气好，能治好李全，把你脸上的斑点点。你以为你真的就会医术了？不相信就算了，身世我也没兴趣知道。秦爽，妈，这让他给我妈治病，我妈要是出什么事了怎么办呀？闺女，听爸说，别哭了，不管秦爽能不能治，你妈难过这一劫。如果她治死了你妈，就抓住小辫子，治好了更好。嫂子，你得想清楚啊！小双啊，你真的能行吗？相信他。麻烦帮我准备一盒银针，还有酒精。好。好像很专业，你不会真的会医术吧？别说话。妈，你怎么样？哪不舒服？默默，老七，嫂子真是话头转世啊！你有这个能力去镇上考试，回来可以开办春医院了。张素花，我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？张素花，我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？你这是问的什么话？我不就是你母亲吗？情书都已经告诉我了。我也是情急之下说乱了嘴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实话实说吧。我就想知道，是谁这么狠心，把亲生女儿丢在别人家里，受尽屈辱，不闻不问。你就是我19年前那个冬天呢，在村门口捡的。要不是我呀，你早就死了。不知道感恩，还对我这个样。你的颅内还有淤血，要半个月后再施一次针才能驱散。我的身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？你想清楚再回答。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救或不救，都取决于你的态度。你真是我捡来的。那既然不肯说实话，半个月后我就不用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一个年轻的男人把你包给我的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除了打骂就是挨饿。我很清楚你不喜欢我，既然不喜欢，为什么还要收养我？而且19年前以你的能力，也根本养不起2个孩子吧。他给了我一笔钱。多少？1000元现金。1000？唉，那个年代啊，1000块可不是小数目，别说养1个孩子了，就算养100个孩子也不在话下呀。如果乡亲们当时知道收养小双的条件这么好，只怕是真的抢着要养啊，回家当宝贝一样供着。看来小双的原生家庭不简单呐。你还记得清那个男人的模样吗？伟哥，为了你照顾这孩子，这钱拿着，我来在这啊。
那个男人很高，我只到他肩膀。他嘴角有个豌豆大小的痣，还有同行的人叫他魏哥。再其他的我就想不起来了。村长，村里有没有和这个姓魏的外形特征相似的人？脸上倒是有个长痣的人。半个月后，我会过来给你实诊的。走吧。你们夫妻两个呀，真是黑心干，拿了人家1000块，也不好好对人家闺女，唉，真是的。妈，这种事情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过啊？要不然咱们家怎么能盖这么好的房子？真没想到秦霜他爸居然那么有钱，我们可不能让秦霜回到他家，我可不想被他比下去。你傻呀？他爸那么有钱都不养他，这就说明他就不是原配生的。他一个偷人生的野种，怎么能和我比？他哪有我们家梦梦高？我要把这事让全村都知道，让大家都知道他是个野种，让他抬不起头。那妈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告诉大家。姓魏有痣到张素花肩膀，以张素花的身形判断，对方大概有1.8米，70年代能长这么高，条件确实不错。那我先回所里查查资料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点线索。不用，嫂子，你是不准备找你亲生父母了？他能拿出1000块给张素花，说明当时应该受到某种形势所迫，不得不弃养，至少不是被直接遗弃的，只不过张素花所托非人罢了。可是这……他一直都知道我在秦家，这么多年来从没来见过我，就是不想相认。那即便如此，我也没有理由再去找他了。我跟他不过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罢了，不认便是最好的了。行，那就听你的。不帮我找亲生父母，不代表不帮我其他的忙。嗨，嫂子有事儿尽管吩咐。帮我研究调查一下魏佳明的背景。你是打算？对，我不仅要他还回来，还要他滚出科研所。我大概了解燕哥喜欢你什么了。行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好了，再见。你有什么计划？你同意了？我有不同意的权利吗？你说的对，钱是你的，就该要回来。你这个样子，怎么像受了委屈的小媳妇儿一样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每次害羞的时候，真的特别像个小媳妇儿。看看看，小媳妇儿，小嫩。心里要是有不好受，直接和我说。我真的不难过，我觉得现在挺好的。该怎么说我不是秦霜本人呢？只是为他感到惋惜而已。以后有，原来你也会说情话呀。好啦，不逗你了。我真的有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吗？我现在坐在你的腿上，你的腿有感觉吗？有一点。神经没有坏死，你的腿啊，就放心交给我吧。不如我们定下1年之约。是吗？1年之内我重新站起来，我们就成为真正的夫妻。看着我，反之就合理。周时宴，你这个人怎么前一秒还说着情话，后一秒就这么无情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们是夫妻，夫妻之间。过到某一天，不再恋之光烈，但心里也是乱。谁料有多周时宴，你知不知道，就是你这一副纯洁的模样，撩起人来很要命的。就算你这辈子都站不起来，我也舍不得离婚啊！哎，感觉脑子里要长个恋爱脑了。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，你值得更好的人生。放心，你的腿疾对我来说是个小问题。是吗？放心交给我吧。那我就等着秦医生给我好好治疗，
就成为真正的夫妻。没个正形，跟你学的呀。我才没有你这么流氓呢！秦霜，谢谢你的出现，让我对未来有了期待。我好像倒着撩着，真的喜欢上他了。真要命！你身体里的毒素啊，都被我清理的差不多了，之后就是医治你的腿了。第一步是晒太阳，第二步是按摩，第三步是泡草药，第四步是针灸，最后一步啊，之后再告诉你。你是怎么中毒的，知道吗？不说也没事，反正以后啊，我不会再让你被人害了。谢谢。從來不慣受控，完全自我也自信，在夢裏有我青藍天空，如雲彩與你遇上，忘形自由地飛縱，就是你令我美夢變真，也更出眾。平凡都市變鬧哄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站好了，等10分钟我们再摆阵。你不知道，现在我们做的这些都是为最重要的第5步做铺垫。第5步，做手术。你还会做手术？当然了，我可是……你就不要管这么多了，你只需要配合我。只是手术会有一定的风险，最大的风险也就是持续残疾。我愿意尝试。有觉悟，你不知道，我的有些患者就不像你这么乖，总是不听医嘱，不愿意做手术，明明是可以站起来的，却不愿意尝试。不过也是人之常情，是人都会对未知的领域感到害怕的。秦霜，怎么了？是哪里疼吗？按理说针灸应该不会疼的。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。什么？你真的是秦霜吗？我不是秦霜，还能是谁啊？有时候我觉得你不像这个时代的人，有些虚无缥缈。不要胡思乱想，我是秦霜，是你的媳妇儿。你相信时空穿梭吗？时空穿梭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爷爷跟我讲过，在他年轻的时候，有一个奇怪的女人来到他们村庄。那个时代还没有照明工具，只有煤油灯。那个女人却能造出一盏灯，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。后来呢？后来，那个女人在村庄里生活了10几个年头。某一年的中秋，月圆的时候，她凭空地消失在大家眼前。消失了？她怎么会消失呢？我爷爷说，她不属于那个时代，回到自己的时代去了。她是真的回去了吗？居然曾经也有人穿越过来，还回去了。那个前辈能回去，是不是我也能回去？时间到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忘记时间到了，我给你把针。明天一早还要参加雨晴和魏佳明的订婚宴，你先早点睡吧。如果你真的想离开，就请你不要对我这么好。某一年的中秋，月圆的时候，她凭空地消失在大家眼前。我爷爷说，她不属于那个时代，回到自己的时代去了。居然曾经也有人穿越过来，还回去了。
那个前辈能回去，是不是我也能回去？可是研究所已经爆炸了，我在我那个年代，是否还活着都是个未知数。如果还活着，算了，不行，明天还有更重要的事。时间到了。周时宴这该死的纯欲风。魏主任，恭喜啊！农业研究刚取得成果，又娶到了美娇娘，真是双喜临门。恭喜魏主任啊！以后再生了，可别忘了我们这些人啊！哪里的话，这都是大家对我的照顾。吃糖，吃糖。是。爸。魏所长。魏所长好。小明啊，听说研究成功一款新型农药，已经准备上市发行了。很好啊。成了家就是大人了，以后啊要把小日子过好，知道吗？知道了吧。难怪咱们所长对魏主任那么客气，原来他是市研究所所长的儿子。你好像很怕你吧？佳明，周时宴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周主任来了，快里边请。我们是来拿东西的，拿了就走。什么东西啊？周时宴的工资。他的工资找所长要去，找我们干什么呀？时宴，好些了吗？这位是你爱人？是。为什么要找你要？魏佳明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。不想把事情闹大了，就把实验的研究成果还回去。新型农药难道是周主任研究的？周主任平常不争不抢的，今天来到婚礼现场上来质问，没准是真的。嘘，小声点，他爸可是魏向华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别血口喷人，穷光蛋，看不得别人吃一口饱饭。时宴，这个月把你的工资扣下来，是我先考虑，下个月一定想办法给你申请。哎，不要在这里把事情闹大了啊，对大家都不好。不要让我为难，李所长，不为难您的代价就是我们夫妻双双饿死。现在是实验的研究成果被别人抢了去，还被扣了工资。平心而论，这事要是搁您身上，您能息事宁人吗？这成果本来就是佳明的，上面都盖了章，还下发了荣誉锦旗。什么叫抢了人家的功劳？周家媳妇说话要讲道理。今天来了这么多人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还和他们讲什么道理？我看啊，他们就是自己残废办不了婚礼，所以眼红我们来闹事儿的，赶出去就是了。快把我赶出去，从我身体上踏过去。一会儿好好说，不要伤了实验。胡闹！是他，那个把我抱给张素花的男人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吵闹？啊，爸，他们就是来砸场子的，赶出去就行。李所长，你认识他吗？魏所，这位就是我们说的所主任周时宴，他以前的研究你还得亲自讲了过。这就是小周啊！是，都是孩子们的一些误会，吵吵嚷嚷的，过去了就没事儿。是，来者都是客，进来吧。我还以为市研究所的魏主任有多公正廉洁，不过如此。哦，这位是秦霜。秦霜，你这话从何而来？你儿子偷盗了我先生的研究成果，你作为市研究所的所长，不严惩反而嘉奖，说小了是护短，说大了可就是徇私舞弊。哎，这媳妇不许说这话。这说的没错呀。时宴，你怎么也跟着胡闹？你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性吗？都跟你说了，给你补回来嘛。你怎么就不听话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看他就是嫉妒佳明，代替了他的位置，所以才造谣佳明抢了他的成果。就是之前那一款新型农药的研究，你怎么证明那一款农药是你研制而成的呢？所长可以证明。李所长是这样吗？我有记不得清了。你是市研究所的领导，也就是李所长的直接领导。现在是你儿子偷盗了别人的成果，等待他的可是牢狱之灾。李所长敢记清？记不清那纯粹就是污蔑。你们拿出证据来，不然我立马报官，让你们两口子坐牢。没有证据，我会站在这里。
嫂子，证据拿来了。燕哥，李所长在催了，今天能出结果吗1992年2月20日，新型农药研制成功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去和李所长说。去吧。这是当时周实验研究这款疫苗的手稿。我在所里做法务这么多年，习惯性收藏每个人的手稿，就是为了避免抢功事件。里面每一项都有记录时间，卫所可以看一看。你怎么解释？佳明，快解释啊！我无话可说。混账东西！立刻发邮件说明真相，公开向周主任道歉，否则我也救不了你。那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轻则辞退工作，全所通报；重则是要坐牢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以为嫁给魏佳明就可以扬眉吐气了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下场。我才不要嫁给他！不要，我不嫁，不嫁！真相。养不教，父之过。魏佳明做出这样下作的事情，做父亲的是有责任。我会亲自发邮件公开他所犯的错误，也会恢复你的职务，吊销魏佳明的资格证。爸，你也要毁了我吗？不是我毁了你，是你自己毁了自己呀！我5岁那年从孤儿院来到魏家，见到您的第一眼，就把您当成了我自己的亲生父亲。可是您从来都没有对我笑过。从记事开始，只有刚刚您拍我肩膀的时候才笑了一次。我只是想得到您的认可，让您再看我一眼。我有错吗？他居然不是魏小华的亲生儿子。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自己，做好自己是最重要的。一直以来，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儿子，给你最好的教育，把毕生所学全部教给你，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，千错万错，你不该用别人的成果来充实自己，靠欺骗得来的东西，迟早是会还的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魏所长对他这么好，他居然做出这种事儿，魏所长肯定也会被牵连的。他真是个白眼狼，让你们夫妻2人受委屈了。我会辞去所长一职，在家反省。还请你说到做到。对不起，今天于晴的出阁宴取消。魏小华，你真的是秦霜的父亲吗？如果你真那么正直，当初为什么要把他送走？你知道他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没事，走吧。刚才路过银行，我查了一下，工资到账了，还多了300，爽啊！谢了。如果不是他想出来的办法，也不会这么快拿回成果。有关周实验研究的录像带都被撕毁了。早就该想到的，魏佳明既然铁了心要冒领，肯定会销毁这些证据的。你再好好想想，除了这里，还有哪里可能有当时的胶片？对了，有个学生有，他当时和我说想学习，我看孩子人还不错，就给了他一份，他肯定当宝贝似的留着呢。但是孩子现在在外地，拿回来得需要些时间啊。得麻烦你跑一趟了，距离魏佳明的婚礼还有半个月，得在那之前赶回来。只有在这样的场合下，才能为实验讨回公道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原来是这样，辛苦你了，谢谢。
这就完了，感谢的这么草率。那要怎么感谢呀？不知羞。那啥，我所里有事儿，我先回去，你们继续啊。我要自己老公亲亲，害什么羞啊？喂，他都走了，亲不亲呢？我让你亲脸，没让你亲嘴，你个臭流氓！今天好点了吗？老样子。佳明的事怎么样了？佳明，他知道错了，今天下午去公安局自首了。看在他认错态度诚恳的份上，判了2年。都是我没教好，太溺爱他了。这也有我的错，别说了。我要说，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，再不说，就没机会说了。你有咱闺女的消息了吗？我怕是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他们。我去找医生。哎呀，老毛病了，缓一缓就好。陪我说说话吧。我今天找到软软的线索了。真的？他在哪儿？你先别激动，当心身子。好，我不激动，不激动。软软她现在还好吗？我打听到软软在周家村，现在已经成家了。她先生和我是一个体制的，算起来她也算是我的一个晚辈吧。抱歉，秦霜，我不想让我的爱人带着遗憾走才撒的谎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找了这么多年，我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了。当年，别提当年，他现在过得很好，他长得跟你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周主任是科研界最年轻的那个主任吗？对。没想到周主任不仅能力好，眼光也好。是啊。现在我还不好和他相认，怕吓到他。我明白。只要知道软软在那儿，我就此生无恨了。快别说了，早点休息吧。你保护好身体啊，到时候和软软相认了，才不会让他担心你的身体啊。你说的对啊，我不能成为咱闺女的拖累。是啊，睡吧啊。睡吧。姑娘你好，请问这是周实验家吗？妈，我已经研制好可以治你病的药了。妈，你说什么？妈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她去世后也穿越了过来？哦，这里是周实验家。我听说周先生的爱人医术高明，特意过来找他问诊。妈妈和我说话不会那么客气，她不是妈妈，只是长得一样。我就是。阿姨，你是哪里不舒服吗？啊，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他最近一直咳嗽，咳出血了。妈妈就是一直咳嗽，咳血后不久就去世了。我得见到患者才能对症下药，咳血肯定是肺上出了问题，得及时就医。这样，我今天哪儿都不去，你带他过来。周大夫，你真是个好医生。只是我朋友他在外地，
来不了。不能让软软知道我已经病入膏肓，这会给她带来心理负担。对不起，软软，妈妈暂时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看你。我脸上有东西吗？不是，只是感觉你跟我女儿长得很像，所以多看了一眼。当您的女儿一定很幸福吧？你和我妈妈也很像啊。这样，我给她开个单子，您得去给她抓个药，1天3次，口服1星期，看看有没有好转。钟夫人，你真是个好医生。就叫我小双吧。小双，药方多少钱？没关系的，我只是写个单子，药还得你朋友自己去抓。1周后，如果他有好转的话，一定要带他过来看，就不要钱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没关系的。哦，阿姨，我昨天刚好做了一些阿胶，我给您带一些，您在这里等我。你这么快就走了？恭喜秦大夫，你的医师资格证下来了。最初学医只是想给母亲治病，后来似乎不一样了。虽然最终没能救下母亲，却也希望能救下更多的人。重新做医生的感觉真好。行，嫂子，那我先去采购你需要的药品。走了，忙吧。哎，秦大夫，你帮我儿子看看吧，早上还好好的，拉肚子拉到现在了。这里痛吗？这里不痛。痛，好痛。是急性肠胃炎，先要坐一会儿吧，我去给他熬药。谢谢实验他媳妇。是秦大夫。这个年代都喜欢跟着夫姓来称呼，周实验却不愿意，他潜意识里不想我成为他的附属品，亦或是代名词吧。谢谢秦大夫，麻烦你了。稍等啊，我先给他熬了碗药，喝了吧，之后我再给他开个单子，你得去镇上拿药，1天3次，1星期后带他过来复查。谢谢姐姐，我给你疏通一下血脉，好得快些。疼就告诉我，我轻点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带他回去先休息了。谢谢秦大夫。他对他的病人似乎都很好，所以他对我好，也只是把我当做他的病人吧。周实验，周实验，讲什么呢？讲你都不应。哎呀，好疼啊！哪里疼？这里？不是，就是这里疼。我是谁？你不是周实验吗？怎么啦？刚才看你对那个孩子那么好。他是我的病人，我对他好是应该的。你要是生病了，我也会对你好的。原来我和别人没有分别，相同的只是我也是他的病人。你这是……别拿对我的好对其他人。我对你的好当然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你是我老公，他们是我的病人。你笑什么？我说认真的。我饿了。想什么？下馆子吧！庆祝你取得医师资格证。好啊。多点点好吃的。香啊！爱你，爱你。是秦医生啊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，真巧。这是我先生。
这就是软软的先生，的确是长得一表人才，可惜腿脚不便，真的能照顾好软软吗？你好。你好。既然都碰到了，那就一起吃饭吧。如果妈妈知道我在这里也拿到了医师资格证，一定会为我开心。好啊，快坐。阿姨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都可以。那这个，来个这个吧。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阿姨，这钱我不能要。这是我朋友给你的，你不要，他不好意思用这个药方。那今天这顿饭我请你，就不要再推脱了。秦医生真是太客气了。我只是忍不住想对你好一点。我没有客气，我都打算想吃什么点什么了。好，依你。他说话的样子和语气都和妈妈一样，这一刻就让我把你当做我的妈妈吧。阿姨，你也吃。好。怎么了？是呛到了吗？我真的没事。我没事。你都咳血了，怎么会没事？别说在这个医疗条件差的年代了，就是在他所在的时空里，吐血也是大病。妈妈就是吐血，吐着离开了。我真没事。阿姨，你还是让他看一下吧，不然他会不安心的。什么事？我真没事，不好意思啊，影响你们食欲了。这脉象果然和妈妈的一模一样，难道她真的是我平行时空的母亲？老婆，你怎么能一个人出来呢？这样很危险的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是他。如果张素华没有撒谎，那他极有可能是秦霜的父亲，他就是我的妈妈。老婆，你怎么能一个人出来呢？这样很危险的。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叫我怎么办？我只是……没事，我只是着急了。回家吧，该吃药了。我们先回家吧。那个，谢谢你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不麻烦，我也没做什么。阿姨，我给您开的药方，您一定要按时吃。生病没关系的，好好吃药，一定会好的。谢谢。打扰了啊。她就是你母亲吗？我现在可以确定，魏小华就是我的父亲，徐阿姨就是我的母亲。是因为魏宪华吗？这是徐阿姨给我的直觉。你怎么一声不响就出去了？我找了你好长时间了。对不起，又让你为我担心了。我只是太想看看软软。下次不要这样了，出去的时候和我说一声啊。小英，魏叔叔，阿姨这是怎么了？佳明做出那样龌龊的事，于情不嫁了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听说他现在名声很差，说到底都是佳明害的。你帮叔叔把他扶回去好吗？好。小英，做不成魏向华的儿媳妇，那就做他的女儿。阿姨，她这是怎么了？出去说。
他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，现在啊已经病入膏肓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唉，我听说阿姨一直在找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她今天去了周家村，是找到了吗？但是我看到她跟秦霜在吃饭啊。也怪我，我看他一直比较消沉，又看到秦霜呢，也跟他长得很像，为了让他好好活下去嘛，情急之下，我就撒了个谎。那您跟阿姨说秦霜是她的女儿？凭什么好便宜都让秦霜这个贱人给占了？我绝对不可能让她给得逞。但这也是善意的谎言，你也是为了阿姨着想。也是我害了他。今天他去周家村病发，差点就出了事了。可是，也正是这个谎言，让阿姨有了活下去的动力啊！如果是我也会这么说的。小琴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是我们家佳明害苦了你呀，我们魏家欠你一个抱歉。不用了，其实当时我也有错，我直接离开，为难了你们，是我不好。是佳明没有把握住这段感情。其实一直以来，佳明都对我挺好的。我从小被父母遗弃，养父母也对我不闻不问的，即便是结婚都不来看一眼。那天出阁宴，还是佳明为我出钱办的。你不是你爸你妈亲生的，难怪那天出阁宴，艾老都没来。我把聘礼都据为己有，他们当然不会来。你想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吗？叔叔可以帮你啊。可是他们已经把我抛弃了。也许有不得已的苦衷吧。你回忆一下你小的时候的记忆，叔叔找找看。那个时候我才2个月，没有记忆。只不过我听养父母说，是一个男人把我抱给了同村的一个妇人，后来又到了另外一家，最后才是养父母家。你确定是2个月？你确定是2个月？魏叔叔，难道你认识我的亲生父母？你养母家住在哪里啊？桐华镇登山村。当年情急之下，我就是把软软寄养在登山村的一个女人手里。我再三叮嘱，一定要等我回去抱回孩子。可等我回去时，那个女人已经搬走了。魏叔叔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你养母还跟你说了些什么？没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养母当时也在场。她说那个男人的嘴角有一颗痣，好像跟魏叔叔这颗痣在……哦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不可能。2个月，登山村，嘴角有一颗痣，这些只有抱走软软那个女人才能知道啊。您的意思是，我很有可能就是你们要找的软软？今天鉴定所已经下班了，你要不嫌弃，今天晚上就住在这。明天啊，我们到鉴定所去做个亲子鉴定。不行，我得回去。那是不喜欢这里吗？不是的，魏叔叔，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，我养母当时给我和周时宴定了婚事，但是周时宴没有回来之前就让我住进了周家，说是让我提前适应当别人的媳妇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也不敢忤逆，所以就落下了不好的名声。原来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当时为什么又没嫁呢？他们听说周时宴是残废，就强行把我拉回去了。真是欺人太甚！难道不是亲生的就能这样对待吗？没事的，魏叔叔。其实这些陈年旧事，我不该跟您提的，我是怕您误会。我们农村不比你们城市，如果今天晚上不回去，传出去了，我这名声只会变得更差。抱歉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没事，那我明天早上再来。但是，我希望我们都不要抱太大希望，万一不是，只怕会更难过。真是个懂事的、让人心疼的好孩子。明天我让司机来接你。那就麻烦魏叔叔了，我先走了，告辞。本来还想趁机问他，如果佳明改好了，还愿不愿意嫁过来？没想到他竟然是软软。我找到软软了，等到明天鉴定结果出来，我们一家人就可以相聚了。谢谢齐大夫，不客气，回去好好喝药，按时休息。他给了我一笔钱，多少？1000元现金，
那个男人很高，我只到他肩膀。他嘴角有个豌豆大小的痣，还有同行的人叫他魏哥。再其他的我就想不起来了。如果不是我那天碰巧经过，偷听到张素花和秦霜的对话，怎么会知道这么清楚？又怎么能编出这一套哄骗魏向华的说辞？凭什么？凭什么这世上的好事都被秦霜一个人给占了？有一个那么疼他的男人，乡亲们也对他尊敬有加。哎，好了，谢谢了，客气了，谢谢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就是疼，金大哥，你大人不是小人过，快帮我看看吧。村里可不止我一个大夫。乡亲们都说你看的最好。哎呦，我快冻死了，你就帮我看看吧。乡亲们都说你看的最好。哎呦，我快冻死了，你就帮我看看吧。坐吧。没事吧？我摔了一下，突然不痛了，我先走了。不对劲，于晴今天太反常了，事出古怪必有妖。什么情况？我看她不像是有病。思梅，舍得给兄弟打电话了，我还以为你见色忘义，心里只有嫂子一个人呢。你帮我查一下于晴，她最近在做什么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？你该不会还对那个女人心存幻想吧？我从来就对她没有过幻想。那查她做什么？于晴，如果让我查到你对秦霜不利，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。晴晴回来了，妈妈今天出去打零工赚了点钱，给你买了一件新衣服，你试试看看能不能穿。晴晴，你爸爸病得很严重，你明天能不能去看看他？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又不是医生。哎呀，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。还有，以后不要自称我妈，我已经对外说你是我的养母了。你怕我们给你丢人，你的出门让我们也不敢去，但不代表我们不是你的亲生母亲。妈妈一把屎一把尿给你。闭嘴吧你！我又不想生在这么穷的家，是你非要生下我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早就想离开这儿。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伤人的话呀？最烦你一天到晚顶着张苦瓜脸。你要是真的疼我，为我好，以后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打扰我的生活。李小姐，请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出发了。不好意思，安全带在哪儿啊？她真的是找了这么多年的大小姐吗？这辆车可真漂亮，原来这就是有钱人的感觉。只要亲子鉴定结果一出来，我就成了魏向华的女儿，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等着我，再也不用过苦日子了。魏叔叔，好，走吧。最好用毛发、唾液和血液，那就毛发吧。拔下头发放在里面就可以了。好。医生，大概需要多久呢？大概需要5个工作日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谢谢。今天麻烦魏叔叔了。等鉴定结果出来啊，你要改口了。对了，佳明最近怎么样了？提他干什么？其实我还该谢谢佳明，如果不是遇见了他，我也不会和魏叔叔在这里。他犯了原则性错误，
已经取消了科研资格，所里一致决定让他下乡守农场，昨天就走了。那他还能回来吗？那就要看他的表现了。哦，对了，小青啊，你和佳明发展……哦，我们村的人都很淳朴，没有结婚之前不会有什么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没发生什么才怪。如果不是我趁着他喝醉和他有了肌肤之亲，他怎么可能娶我这个乡下女人？现在已经中午了，去家里吃顿饭吧，去看看你妈。哦，徐阿姨。好。老婆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喝了软软开的药，好多了。没想到我们家软软有这么大的本事。刚好有件事啊，想和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今天和软软去做亲子鉴定了。真的吗？是啊。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带我一起去呀？软软现在是怎么想的？她恨我们吗？你先别激动，我就是怕你情绪太不稳定，才没跟你说。我怎么能不激动？那是我找了那么多年的女儿，当年是我们对不起她。他知道我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找他，他不恨我们。真的？是啊。我当时就见了他一面，就感觉他很亲切。之前还在想要怎么跟他才能相认，现在好了，我们一家人就要团聚了。对了，向华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把他接回来？我今天就把他带回来吃饭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啊？他在哪儿？进来。徐阿姨，怎么是你？你来干什么？她就是我们的女儿软软呢。怎么可能是她？明明是秦霜啊！也怪我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之前呢，我看你没有活下去的意志力，情急之下呢，就撒了个谎，说秦霜是我们的女儿。所以之前都是骗我的。徐阿姨，你也别怪魏叔叔，他是为你好。长辈说话，怎么有你一个晚辈插嘴的份？你怎么这么跟孩子说话呢？之前是我骗你的，那是我的问题啊！不要把我气撒在孩子身上了。孩子？哪来的孩子？就他吗？徐阿姨，你不是差点就成为我的儿媳妇的人吗？怎么又变成我女儿了？我知道，你是先入为主，之前呢，把秦霜当成软软的。其实，于晴才是我们的女儿。我找了这么多年，不会错的。鉴定怎么也要1个星期，是不是我们的女儿？不要把话说得太早了。您先去接电话吧，我陪徐阿姨说说话。好。你和佳明的婚事是怎么来的？向华不知道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魏佳明是不是傻呀？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还给徐英说。只是佳明头脑简单，他以为是他欺负了你，你的欲望就写在脸上，骗得了他，骗不了我。阿姨，我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。之前的事，你我心知肚明。同为女人，考虑到你的名声，再加上你和佳明有了夫妻之实，我才同意他娶你。我跟他是清白的，那天晚上只是睡了一夜，什么都没发生。我不管你们之间发没发生什么，我只知道之后是你退了婚，你与我魏家再无关。如果这种事发生在魏叔叔身上，你明知道他要坐牢，你还会义无反顾的嫁给他吗？我会，既然是我选择的男人，那就是我决定要相伴一生的人，绝不可能当众退婚。你也没资格拿自己跟我相比，我看重的是人，你看重的只是利益。就像现在，为了抓住魏家这棵大树，你又把主意打到软软身上。不是的，阿姨，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。哼，不是我想的那样。那为什么现在跟他做亲子鉴定的人是你？这其中肯定有误会，
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是软软。那天我跟魏叔叔说了我的遭遇之后，他就拉着我去做亲子鉴定了。别装无辜，佳明是个藏不住话的人，软软的事他肯定跟你说过，你只是在无形之中引导了魏向华而已。他怎么什么都能猜到？佳明的确跟我说过，你们一直在找软软，但是也只是说了，软软很小的时候就丢了。我相信你们跟他也没有说多少吧。如果就凭这些，魏叔叔就能被我引导，那你也太小看他了。你猜的不错，佳明确实只知道妹妹丢了，不知道是怎么丢的。以你不择手段的性格来看，仅凭这一点，你就能想到办法来冒认。你现在对我有意见，我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，因为你打心底里就不相信我是你的女儿。你说的对，我不信。我想问，如果当初嫁给佳明的是秦霜，秦霜悔婚了，你还会用你现在认为对的观念去审核她吗？首先，秦霜不可能嫁给佳明。其次，如果她选择了佳明，她也不可能悔婚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凭她嫁给已经残废的周时宴，不是想着离婚，而是想着怎么把日子过好。凭她是我的女儿，你根本无法跟她相比。她到底是不是？1个星期之后就会有答案了。我家里还有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饭都好了，咱吃过饭再走啊。我去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之前不是一直想和软软相认吗？这软软回来了，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呀。真的软软回来了，我才会高兴。她就是软软呢。亲子鉴定告诉你的。你别像个刺猬一样，那么警惕。现在就我们2个人谈谈。你真的觉得于晴是个好姑娘吗？之前对她也颇有微词，后来调查过了以后啊，她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。如果不是，那为什么一开始她要嫁给周时宴，在得知她受伤残疾之后就不嫁了？嫁和不嫁是她养母决定的，她只是服从。软软是个孝顺善良的孩子。如果她真的像你说的那么乖，为什么跟佳明有了夫妻之实？你说什么？在得知他犯错之后，名声都不要了，也要悔婚？夫妻之实？对。她可是个姑娘家，这种话没得到证实之前，不能乱说啊。佳明亲口告诉我的。我知道你许女心切，但不要被有心之人利用了。1个星期，鉴定结果就出来了，之后再说吧。在这之前，别再带他回家了。好，如果真是徐英说的那样，于晴不是软软，那软软到底在哪儿啊？大中午的，谁在想我？秦大夫，你该不会是感冒了吧？没事，回去喝了药，好好休息，注意千万不要再碰冷水了。好，谢谢秦大夫。谢谢秦大夫。你听说了吗？钱大夫不是江苏话的亲生女儿，是包养的。我也听说了，好像是谁家偷人生的孩子，没办法养，才抱给张淑花养，还给了一笔不少的钱呢。哼，偷人生的孩子能有什么好货色？让他母脉都脏了我的手。是。不看病就走，我老婆是不会给乱嚼舌根子的人看病的，懂吗？都滚！这家伙还挺护短。这些中药材都认识了吗？以后你就是我的伙计了，负责按照我开的药方给病人抓药，一定要用这个称一下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遵命，秦老师。周时宴角色扮演玩的可以啊，一会儿秦医生，一会儿秦老师，撩人于无形啊。最近总是听到你跟思明打电话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有句话我一直要问你，你想和亲生父母相认吗？我不知道。最近看你心不在焉的，是在担心母亲的病情吗？
没想到你这个人观察还挺仔细的。如果担心的话，就表达出来，不要有遗憾。听周同学这个语气，像是有故事。我父亲是个军人，常年在军队，很少回家。10岁的时候，母亲去部队看他，死在仇人的手里。后来我就一直恨我父亲。后来父亲经常回来看我，我都没有给他好脸色。15岁那年，边防爆发小规模战斗，父亲为了保卫国家牺牲了。我父亲是个英雄。那时候只知道母亲因他而死，恨他不经常回家。长大了才明白，牺牲小我保卫国家的人大有人在。有些事情总需要人去做。听妈妈说，我爸也是个军人，在我刚出生2个月就被仇人报复，死在乱枪下。因为他的工作是卧底，连个照片都没留下，以至于我从没见过父亲的模样。对了，在这个时代，秦霜也是2个月时被魏向华送给了张素花。难道当时也发生了什么让魏向华不得已把秦霜送走的事？只是在这个时代他活了下来。如果是这样，那这就是我们一家人存在的另一个平行时空，而魏向华也是我素未谋面的亲生父亲。父亲牺牲前1天回来看过我，我没有见他，成为了我一生的遗憾。你说的对，有些事情如果不去弄清楚，确实会成为一生的遗憾。想明白了。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。谢谢你，周世燕。我也谢谢。在相认之前，我一定要制成暂时能保住妈妈的药，这一时，我一定能把她救回来。凭什么秦霜就能出生在那么好的家庭，有权有势的父母，还有一个爱她的男人？明明魏向华都那么肯定我了，徐英还是不认我。仅仅是见了一面就那么肯定秦霜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哼，过几天鉴定结果就出来了，等我当上了魏家千金，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，你就跟这个瘸子在农村过日子吧。魏叔叔，徐阿姨，医生说今天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我们进去了。走。结果怎么样？我们所里有规定，没得到鉴定人的允许，不能私自查看，您自己看吧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总感觉魏向华没之前那么热情了，是不是他发现了什么？不应该啊！好在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他不应该这个眼神看我呀，不是应该抱着我痛哭流涕跟我道歉吗？魏叔叔，结果怎么样？我是你们的女儿吧？你自己看吧。这怎么可能？肯定是检验过程出了问题。我们的鉴定都是专业的，不存在任何问题，鉴定书上的结果都是最准确的。说秦霜不是他们的女儿？你说什么？你在和我做亲子鉴定，怎么扯上秦霜了？这和他有什么关系？糟糕，说了嘴了。没什么，他是用我的头发和你做的鉴定，当然和我有关系。谁准你进来的？我。这家鉴定机构是我投资的，听所里的医生说，有人拿别人的样本来做鉴定报告。不是我，怎么可能是我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是你，你跑什么？秦医生，你刚才说他是拿着你的头发和我们做的亲子鉴定。
也不是我的软软。哼，我当不了魏家千金，你也别想当。麻雀就是麻雀，永远也不是凤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那是怎么样的？这份报告才是上个星期于晴和做的亲子鉴定。一直都知道你才是我的女儿，然然，都是妈妈对不起你。现在才长大，你爸爸还差点认错的人。对不起，妈。哎，这怎么可能？魏叔叔、徐阿姨，那是我的头发，我才是你们的女儿。他就是想冒充我，快报警抓他，把他抓起来呀！你竟敢打我！第一个巴掌是替你父母打的，他们含辛茹苦的把你养大，你却为了荣华富贵，不惜冒充别人家的女儿要抛弃她。第二个巴掌是替我妈打的，她身体不好，只盼着有生之年能和女儿相聚，你却不择手段的冒充，意图让我们母女永不相聚。嫂子可真牛啊！思明是你的朋友，肯定是让他教唆医生做的假的鉴定报告。你不是他们的女儿，我才是！不知悔改！于叔叔、周阿姨，你们进来吧。刚才于晴说的话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谁让你们来的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你只是我的养父母。滚出去！你们是耳朵聋了，听不见吗？姑娘啊，你快给秦大夫认个错吧，不要再错下去了。是他想冒充我魏家千金的身份，凭什么要我道歉？谎言说久了，连自己都信了。医生，麻烦你再给他们做一份亲子鉴定吧。这份鉴定报告可以作为起诉于晴的证据。不行，不可以，放开我！妈，我真的不能做这个，你别让他们做这个，做了这个我就毁了，妈。我这是在帮你，不做才是害你。晴晴，只要你诚心向秦大夫道歉，这件事就可以当做没发生过。秦大夫昨晚找我是这样对我说的。你个死老太婆，根本就不是在帮我，你这是在害我！聒噪！带出去！放开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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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，我们也再做一份鉴定吧。不用了，我相信这份亲子鉴定，你就是我们的女儿，软软。谢谢。冉冉，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。是，软软，你是否轻信了别人，差点害得我们一家错过呀。这次还多亏了实验，要不是他暗中调查于晴，我们也不会赶在今天过来揭穿他。我一直很确定她不是我的女儿。你们准备怎么处罚雨晴？让她美梦破碎，就是最好的惩罚。没有造成人身伤害，只能刑拘，不会判刑的。妈，我上次给你开的药，你有按时吃吗？先回去休息吧，我再给你研制新的药，吃了就会有好转。对不起，软软，现在还要你为我担心。先不说话了，回家。这是你刚出生时的照片，多可爱！双儿，你是不是还在恨你爸爸？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。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，父亲的存在都极少。说起来，这件事也怪我。明明知道你爸爸在一个黑势力组织里当卧底，
生了你，总想让他看看。卧底？难道他真的是我前世的爸爸？我也是怕他工作那么危险，万一哪天就再也见不到了。所以，我抱着你，跟他见面了。前世也是妈妈带着我去见父亲，在那之前父亲就暴露了身份，被报复，最后和一个罪犯同归于尽了，都没来得及看我一眼。我以为他隐藏得很好，但还是暴露了。对方就是想趁着我们母女过去，想要灭门。你爸发觉到不对劲，带着我们母女逃跑。这一切都一模一样，我没有理由不信，他就是我前世引以为傲的爸爸。双儿，当时我和你爸凶多吉少，可你还那么小，不应该陪着我们冒险。我们当时已经做好了跟对方同归于尽的打算，可你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不知道，当年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之前确实恨过你们，对不起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，没有给你一个安稳的童年。有时候我都在想，我这一身的病都是当年抛弃你的报应。您别这么说，妈，如果我是一个母亲，能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，我也会和您做同样的选择的。这些年，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找你。可是当年你爸把你抱给那个女人的时候，情况太危急，多待1秒都会连累很多人，所以没有留下联系方式，我们也不知道对方的基本情况。等我们回去找你，他们已经搬走了。他们有意躲起来，怎么会让你们轻易找到？这些年你受苦了。妈，都过去了，过去的一切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，现在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一会儿吃饭，你叫你爸一声好吗？他很失落。妈，有个地方我觉得很奇怪。你说吧。我了解张素花是个见钱眼开的人，1000块不是小数目，她应该好好待我，等你们来接我的时候再索要一笔钱才对。为什么要躲起来？那是一个吃糠都是奢侈的年代。以当时的经济发展来看，1000块钱够一家人过一辈子的。越是穷，越是怕。突然的富贵让他们无法消化，更怕你爸接你回去的时候会把钱要回去，所以才躲了起来吧。原来如此。如果他们一家善待你，等我和你爸去接，那他们就是我们魏家的大恩人。可是他们收养了你，不好好疼惜，却常常虐待你，太可恶了。妈，怎么吃了药还是咳血啊？我没事。妈，你切记不能再情绪激动了，你也别焦虑操心了。实验已经替我好好教训过他们了，而且对他们来说，我是魏家的千金，就是最好的报复了。你不要因为生他们的气，让自己的病情加重。实验是个好孩子，
你先躺着休息，我去给你熬药。好。怎么知道你在？我爸呢？哦，刚刚接了一通电话就出去了。你妈妈怎么样？要根治，还需要等我把药治成。能治好就好。妈妈已经和市医院的院里打过招呼了，会给我提供最好的仪器设备，明天就能给你手术了。好，秦霜，你现在已经和亲人相认了。如果我还是站不起来，离开你，应该不会那么孤独难过了吧？你说什么？那个小贱人竟然是魏向华的女儿？怎么可能啊？她哪有那么好的命啊？她明明就是偷人生的野种，怎么可能会是魏家的千金啊？魏向华过来给小村里帮助过秦霜的人，送了一副大礼，千真万确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她不会这么好命的，对吧，妈？哎呀，他可是市研究所的所长，就算因为他儿子提前退休了，也是有权有势的。这会不会怪我们当年？怪什么怪啊！我们科室替他养了这么多年女儿，他应该感谢我们才对。想当初我们拿了钱没有跑的话，也可能会感谢他，现在不一定了。多年不见呐，张女士。魏先生，当年我病了，我们一家才搬走的，这中间也找过你，但是没有找到，想把秦霜让你接走。好在现在我们父女相认了，真是万幸。是。魏先生，我父母替你养了这么多年的女儿，花了不少钱和时间，现在她成年了，你们说带走就带走，没有那么容易。我们要的不多，50万。梦梦，别说了。张副官，记住你们这些有员工跟我们对账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看到我们把秦霜养大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们这会儿吧。哎呀，是啊，我们把秦霜养得白白胖胖的，我们对她很好啊。闭嘴！他现在养得好，也是周实业的功劳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那是我给他找的亲事。别当我不知道。双儿怎么嫁给周实业的？还好周实业是个知得托付的人，否则扒了你的皮我都不解恨。我找了那么多年的心肝宝贝女儿，被你们藏在这里虐待毒打，今天不让你们把牢底坐穿，我就不姓魏。你放过我们吧！哎呀，你放开我，冤枉他呀，我冤枉他！谢谢周子拿带路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。好，客气了。好，慢走。好，再见。好。生的女儿也不是什么好货色。之前说秦霜是偷人生的，就是秦梦说的。他爸妈都坐牢去了，他这辈子啊也就那样了。没想到她竟然是魏向华的女儿啊！好在1个月王妹还没实施把存折抢回来的计划。以后没事咱别惹她，咱惹不起。抓得好啊！睡一觉就会好了。别紧张，不要有压力，我没关系。麻醉师，可以开始了。是。实验啊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再加上软软的医术，我相信他能渡过难关。坐一会吧，坐一会。向华，你以前不是觉得实验没背景，腿脚也不方便吗？一直都不看好他，怎么比我还担心啊？
那是我担心我家女儿。就你嘴硬，帮忙联系医院找最好的麻醉师，还说不在意。对了，你昨天干嘛去了？昨天去张素花和秦树家，让他们付出点代价。伯父，过来了。了。哎，还有2位长辈也不放心，跟过来了，应该一会儿就到。邱司令，夏司令，这是以前你部队的领导吗？对，旁边那个是科研界的大人物啊。哦，邱司令，小华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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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外孙怎么样了？啊，你是周实验的外公？对呀。香华，最近发生的事情，阿明都告诉我了。你们的女婿实验，那可是我的干儿子。哦，这以后我们就是亲家翁了。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，你们都要多担待啊。哪里话呀？是实验这孩子呢，太老实了，之前从来没有提过你谋害过你。他呀，他就不是想别人知道我跟他的关系，他也不想要被人误会。他去科研所是靠的我，他这个人实在是太低调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当年为了救我中了毒，还伤了腿呀。我一直必是想研制出抑制他体内毒素的药。外甥师傅他倒是先治好了他的毒，这是他的福气啊。进去40多分钟了。秦医生，他刚才手动了，是不是麻醉剂失效了？怎么会？剂量没问题吧？那就是麻醉免疫。天呀，那他刚才一直是忍着的。周实验，你这个傻瓜，可能怎么不说呢？我不想让你分心。傻瓜，麻醉剂也不是一点作用没有，只是没有完全麻痹。放宽心，别哭。我不哭，就快要好了。好厉害的手法，年纪轻轻的不简单的。真是厉害，没想到民间竟然有这样水平的医生。可不是嘛，魏院长在向我要人和手术室时，我还担心呢，特意让他签了免责协议。这样的人才不留在医院太可惜了。的确存在麻醉免疫的人，我表姐就是其中一个。她生孩子是顺产剖，明明打了麻醉，却依旧还是有感觉。我当时就在手术门外，听到她当时的哭声，可想而知得有多疼。实验，你一定忍得很辛苦吧？辛苦你了。你怎么现在还在关心我？你是我老婆呀。不关心呢，关心谁呀？你眼泪是不是就代表现在心里有我了？以前你问我是不是不属于这个时代，现在我回答你，我的确不是。你还问我会不会离开你？你会离开。我在那个年代，爸妈已经离开我了，无依无靠。我在这里有你，还有爸妈，我怎么舍得离开？也许冥冥之中是你救了我，把我带到这个平行时空。还有，我心里早就有你了，很早很早以前。谢谢。实验，我妈叫我们去吃饭。人呢？1年之约还没到，周实验这个傻瓜不会真把房子给我自己走了吧？
在这儿了。饭好，一块吃吧。你的腿已经好了。谢谢你，让我重新站起来了。才刚好，干嘛不好好休息，还做饭呢？之前是你照顾我，接下来我照顾你一辈子。我最近一直重复做一个梦，什么梦？梦里面一个医生在做药品研究，突然实验室发生爆炸，他转过来，我看见他的脸是你，然后呢？然后我死死地抱住他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梦就醒了，也不知道梦里的他怎么样。什么？在我的记忆里，好像最后一刻，使劲抱着我，护着我。在我醒来，我就出现在这个时空里了。实验是你救的，我是不是也在你的前世里？还好，双儿，我等这一刻等太久了。平凡都市變鬧哄，寒流下仍未覺凍，為着我與你心靈相通，再也等不了跟你街中抱擁，像贏盡1000億愛寵，知道萬靈神睡眼惺忪和悠悠。